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难产之时，我深陷痛苦，而顾文明却守在他的初恋床畔，温柔细语。接到医生电话，需要他签字，他却显得漠不关心。不就是怀孕吗？没必要那么大惊小怪。我竭尽全力支撑起身子，颤抖着手签下了引产手术的同意书，心中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我决定与顾文明分道扬镳，向他提出离婚。他泪眼婆娑地求我留下，别走，我的爱人。但他并不知道，我身患遗传疾病，生命已所剩无几。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怀孕6月，我与顾文明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事情的起因是他那位离婚后心情低落的初恋女友，他执意要去关怀与陪伴。我挺着孕肚试图阻拦，他却烦躁地挥开我的手，说道：“你别这么小心眼，我只是去陪陪他，并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那夜，我们的谈话不欢而散，他愤怒地摔门离开。然而，就在那天深夜，我因急性大出血被紧急送往了医院。经过医生的紧急救治，他们告知我必须立刻进行剖腹产手术，否则我和孩子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原来，我患有一种遗传性疾病，继续拖延只会增加风险，唯有通过手术，孩子才有可能存活。腹部传来的剧烈疼痛让我难以忍受，我颤抖着手拨打了顾文明的电话，电话铃声响了2遍，他才终于接听。我现在正忙，没事别来打扰我。他的语气中透露出明显的不耐与恼怒。如果你又是为了小静的事找我麻烦，我劝你最好还是省省吧。显然，他以为我又在无理取闹。我心中的恐惧如潮水般涌来，眼泪无法控制地滑落。不是这样的，我在医院，我哽咽着，试图让他明白情况的紧急性，但顾文明却嗤之以鼻。洛凡音，你为了让我回家，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怀孕了就别这么娇气。医生看不下去，接过电话，向他说明了我的危急情况，需要他立刻前来签字。他沉默了一会儿，却以更加轻蔑的口吻说：“你们还真会演戏，连医生都串通好了。我现在真的很忙，你就在家老实待着，过几天我会回去看你的。”就在这时，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柔弱的女声：“阿明，我好难受，你能抱抱我吗？”顾文明立刻扔下电话，匆忙跑去安慰她：“小静，别怕，有我在。”心中的痛楚如潮水般涌来。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丈夫的心中却只有他的初恋。我的孩子恐怕是保不住了。我强忍着腹部的剧痛，最后一次颤抖着声音问他：“你真的不能过来吗？”嘟嘟嘟，电话被无情地挂断了。医生带着复杂的表情问我：“你还有其他直系亲属吗？”在昏沉与剧痛中，我苦笑着摇头。我是个孤儿。过去的12年里，我把整颗心都放在了顾文明身上。我曾轻信他的承诺，我会爱你，呵护你一辈子。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可为何短短3年的时间，一切都变了模样？医生，对不起，这个孩子我不要了。我黯然说道。对于那些不被期待的生命来说，来到这个世界只会让他们受苦。我挣扎着坐起身，紧紧握住笔，用尽全身力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顾文明，我也决定放弃你了。麻醉剂侵入我的体内，腹部犹如被利刃反复剖割，直至感觉消失殆尽。我凝视着手术室的灯光，疼痛和悲伤交织，化作热泪滑落，意识渐渐恢复，
身体却像失去了什么，变得空荡荡的。孩子已经不在了。隔壁房间传来女声，那熟悉的语调让我心生疑惑。我挣扎着穿上病服，艰难地挪动脚步，拼尽全力敲响了隔壁的门。门应声而开，露出一张熟悉的脸庞。他的手机因惊讶而滑落，那张脸与我记忆中的照片如出一辙，清纯而惹人怜爱，眼角的那颗痣更是独特。他是顾文明的初恋，王静。就在这时，顾文明急促的脚步声从背后传来，他焦急地问道：“小静，发生了什么事？你没事吧？”我低下头，嘴角泛起一丝冷笑。王静飞快地扑进顾文明的怀抱。阿明，有个可怕的女人，你快让她走。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凌乱的发丝，血迹斑斑的衣裳，脸色苍白如纸，确实显得有些吓人。顾文明这才注意到我，他冷冷地警告：“你想干什么？再不走我就报警了。”多么讽刺！他竟然认不出我这个与他共度了3年的妻子。我抬头直视他，带着自嘲的笑容：“真是抱歉，吓到你的心上人了。”顾文明惊愕地看着我，还没来得及开口，王静已经吓得瑟瑟发抖，紧紧埋进他的怀里。“你让他走，我不想看到他。”“别怕，没事的，我会让他立刻离开。”他轻声安慰着王静，然后转头对我怒目而视：“没事，别到处乱跑。”他并未察觉，我的腹部已经平坦，我们的孩子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紧了紧身上的大衣，没有留恋地转身离去。如果有一天他知道是我选择放弃了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感到一丝丝的悔意呢？我独自离开了医院，打车回到了那个充满回忆的老屋。这里见证了我和顾文明曾经的艰辛与甜蜜。那些日子虽然贫穷，但彼此间的温暖足以抵御生活的风霜。他曾是我的全部，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携手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我是个孤儿，自小身体孱弱，是在福利院长大的。在我15岁那年，命运让我遇见了顾文明。他从街头的小巷中救下了我，从此他变成了我的依靠。我记得那天，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走，我毫不犹豫地拉住了他的衣角。这一走就是10几年，我们曾共同经历过风风雨雨。他爱上过王静，但因为现实的压力而分手。为了他的创业梦，我付出了所有，无论是刷盘子，还是进厂打工，甚至是夏天穿上厚重的玩偶服，只为能为他分担一些。当他捧着我长满老茧的手，泪流满面地说要给我更好的生活时，我知道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创业成功后，他向我求婚，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似乎都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爱情就像那瓶用得干干净净的护手霜，空瓶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我坐在角落里，看着满天的繁星，心中充满了疑惑：为什么人有钱了，爱情却变了味呢？手机铃声打破了我的沉思，是顾文明的电话。他的声音透露出疲惫，问我为什么不回家，还责怪我总是闹脾气。我面无表情地挂断了电话。那些曾经的甜言蜜语，如今听起来却是那么的刺耳。隔天醒来，已经是下午了。顾文明像往常一样拎着保温饭盒走进卧室，仿佛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然而，当我看到他手机上的信息时，我知道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王静的照片和留言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我努力站起来，却因腿软而向前倒去。顾文明接住了我，责备的话语中透露出关心。然而，当他说到当妈这个词时，
我猛地推开了他，他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提及这个词？仿佛我们之间的裂痕并不存在。顾文明打开了饭盒，里面装满了我曾经最爱的食物。然而，现在的我却对此感到恶心。我冲进卫生间，干呕不止。他紧张地跟在我身后，询问我的情况。然而，他的关心已经太迟了。我冷笑着把手机递给他看王静的信息，他的脸色骤变。在狭小的卫生间里，我们紧紧相拥着，但心却越来越远。王静的电话打破了这短暂的沉默。顾文明攥紧手机，推开了我，冲了出去。我一个人坐在卫生间里，把已经冷掉的饭一口一口塞进嘴里，最后还是吐了个干干净净，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什么也没有留下。第二天，王静自杀的新闻轰动了全城，她的过往被媒体挖掘出来，那段与前夫的恩怨情仇成了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前夫是本地的风云人物，一次偶然的相遇让他对一位空姐产生了情愫，于是与王静分道扬镳。王静曾以美貌自傲，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措手不及，数度上门理论，却终究无法挽回前夫的心。报纸的大标题引人注目：故事总裁与神秘女子关系暧昧，是否将迎娶新欢？配图中，顾文明坐在病床边，轻柔地为王静擦拭着手指，两人之间的氛围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公司内部的群聊消息此起彼伏，员工们都在议论着王静的好运，他们称赞顾总是个青年才俊，能嫁给他简直是前世修来的福气。甚至有同事私下里向我八卦道：真羡慕那个未来的顾太太呀，前夫是富二代，现任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垂下眼帘，颈间的钻戒不经意间滑落出来，思绪回到了我和顾文明结婚的那一年。他曾为难地请求我能否暂时不对外公开我们的婚姻。他解释说，公司需要他保持单身形象，以吸引更多的女性顾客。我深知他创业的艰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然而现在，他和王静的绯闻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他似乎已经不再顾忌那么多了。我还未来得及回复同事的消息，公关部门就转发了一条链接给我。另一家娱乐媒体曝光了一张照片，一个孕妇从小腹微微隆起的状态中走出顾文明的别墅。虽然她裹得严严实实，但那双眉眼却依稀可见清秀之美。网友们纷纷在下方留言调侃：看来顾总真的要当爸爸了，他肚子里的宝宝应该有4个月了吧？祝福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他们误以为照片中的女子是王静，我仔细端详着那张照片，突然发现那个女子的眼睛与王静的眼睛确实有些相似，一种婉婉泪清的感觉涌上心头。我的胃突然开始翻江倒海的疼痛起来，我冲进卫生间，干呕不止，直到吐出一口鲜血才稍微舒缓了一些。原来他从未忘记过王静，这个想法让我心如刀绞。外面舆论汹涌，而公司的官方微博却迅速做出反应，发布了一份严正声明：本公司唯一认定的总裁夫人是骆梵音，另外，骆夫人已经怀有6个月的身孕，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尊重他们的隐私，不要过度关注顾总的个人生活。这份声明如同投入湖中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全网络都在探寻骆梵音究竟是何方神圣。很快，有了解内情的人开始爆料，据我所知，骆夫人并非出身名门，她在15岁之前一直是福利院的一员，
是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这些信息一经披露，立即引来了无数议论。有人自视条件优越，跃跃欲试。哎呀，太无趣了！顾总，你不如考虑考虑我条件可比你现在的夫人好多了。就是啊，真为顾总感到不值，怎么娶了这么个夫人？当然，也有人为我说话，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顾文明既然承认了骆凡英是他的夫人，那他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别一个个都想着当小三。双方各执一词，争论得不可开交。就在这时，又有小道消息传出，真是荒谬至极。王静和顾文明在大学时就是情侣关系，要不是骆凡英插足，他们早就结为连理了。说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小三呢？这么说来，骆凡英才是破坏别人感情的小三呢。天哪，王静真是太可怜了，前任被小三抢走，现任又这样对待他。我愿意捐出1块钱，支持王静夺回属于他的爱情。打倒小三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一时间，网络上充满了对我的指责和谩骂，只有公司的几位同事还关心着我。凡英，你没事吧？这几天最好别上网了，好好在家养胎吧。你的工作我们会帮你完成的。我感激地一一谢过他们的好意，并告诉他们我已经决定辞职了。顾文明曾经向我许下郑重的承诺，他说我的钱都会给我的老婆花，所以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年，我从未拿过1分钱的薪水。然而有一次，我们为了何时要孩子而发生了争吵。我说我想等事业稳定后再考虑生育问题，他却愤怒地回应道：骆凡英，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我只是想要个孩子而已，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己见呢？他一直是我唯一的依靠和家人，我也曾期盼着一家3口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的孩子最初是在双方的期盼中降临的，但最终却在父亲的漠视中失去了生命。现在我已经不再需要他施舍的零花钱和所谓的爱情了，我决定离开他，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于是我给顾文明发了条消息：我们离婚吧。见面前，我再次踏入医院的大门，医生看到我，眉头紧锁，沉声说道：骆凡英，你难道不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吗？不能这样随意对待，赶紧准备住院吧。他严肃地告诫我，如果再不接受妥善治疗，我可能无法熬过这个冬天。这种病症极其不稳定，一旦急性发作，生命危在旦夕。我淡然地摇了摇头，对于这种遗传性疾病，投入再多的金钱也只是在延长痛苦而已。我曾经查阅过资料，这种疾病的遗传概率只有1%，并不算太高，但命运似乎总爱捉弄我。或许正是因为这1%的概率，我才会彻底沦为孤儿。孩子未曾降临人世，也许并非坏事。万一他也携带这种疾病的基因，岂不是会像我一样被遗弃？毕竟顾文明并不爱我，更不可能爱我们的孩子。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像我一样，成为一个孤儿。离开医院后，我沿着幽静的小路慢慢走回家。如果顾文明看到消息，他会在那里等我。回想起我们的恋爱时光，第一次争吵也是因为王静。在他和初恋分手后的2年里，我发现家里的保险箱里突然多了一张照片。当我询问他是否还对旧情念念不忘时，他坚决否认，并解释说收藏那张照片是为了激励自己。王静曾经为了金钱而抛弃他，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屈辱和鞭策。顾文明，如果你无法忘记过去，就不要来招惹我。
我瞪红着眼睛看着他，语气坚定。我说了没有，就是没有。他也毫不退缩地看着我，眼眶开始微微泛红。在那间破旧的老屋里，我们就像两只受伤的困兽，遥遥相望，谁也不愿意先服软。不知道过了多久，顾文明终于率先低下了头。他走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对不起，是我错了。他将头埋在我的脖颈间，声音低沉而颤抖。以后我们不要再吵架了，好不好？我心里真的好难受。我发誓，我现在对王静已经没有一丝爱情了。你相信我一次好不好？我伸出手回抱住他，泪水夺眶而出，但嘴角却露出了笑容。好。后来我们约定，如果再因为别人而吵架，只要其中一个人提出和解，另一个人就必须回家等他。此刻推开房门的我看到他确实在，但令我意外的是，王静也在场。我颈后有一块淡淡的月牙形疤痕，那是小时候不小心留下的印记。顾文明常笑着调侃说，那是我独特的标记，证明我是上天特别选中的孩子。梵音，你要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你都是最特别的。他总是这样安慰我。怀孕后，我曾想象过与孩子分享这个疤痕的故事，告诉他这是妈妈勇敢的象征。然而现在，一个陌生的女人坐在我家的沙发上，她穿着我的衣服，手里把玩着我为孩子准备的小月牙吊坠，满脸的不屑。这吊坠真难看，哪个孩子会喜欢这种东西？他嘲讽道。顾文明就站在他旁边，却默不作声。他怎么配评判我的月牙？我快步走过去，从他手中夺回吊坠，愤怒地瞪视他，别碰我的东西。王静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阿明，你的品味怎么变得这么差？这种女人你也看得上？她的笑声中充满了轻蔑，但笑着笑着，她突然哭了起来。她都能给你生孩子，为什么我不行？你不是说过爱我吗？都是你的错。她突然向我冲来，抬手似乎想要打我。顾文明迅速反应，将她紧紧抱住，轻声安抚，你冷静一点。然后他转头责怪我，他情绪不稳定，你为什么要刺激他？我低下头，嘴角勾起一抹苦笑，所有的错都是我的吗？我怎么会如此愚蠢，以为他会永远爱我？顾文明，我今天来是和你离婚的。我将离婚协议扔在茶几上，签了这份协议，你和王静祥怎么甜蜜都与我无关。顾文明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他愣住了。他迅速放开王静，试图抱住我。别闹了，我刚刚只是担心你会受伤，如果他冲动之下伤到你怎么办？他解释道。伤到我？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真正伤到我的是什么。我在他惊愕的目光中缓缓解开大衣的扣子，拉起他的手放在我的小腹上。我露出讽刺的笑容，看，我们的孩子已经没了。顾文明整个人僵在原地，他的手在我的小腹上颤抖着，反复确认。他的眼睛瞬间红了，声音沙哑地质问我，怎么回事？为什么孩子没了？我故意刺激他，一想到是你的孩子，我就觉得恶心。他紧紧抓住我的手腕，将我拖进卧室，抵在门上。我奋力挣扎，用指甲狠抓他的胳膊。怎么，这就受不了了？想要孩子，让王静给你生啊？顾文明猛地抬头，胸膛剧烈起伏着，他紧紧压制住我，怒气几乎要化为实质。洛凡音，你发什么疯？我说过，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你怎么能拿我们的孩子开玩笑？他的声音到最后竟然带着一丝颤抖。我冷冷地盯着他的眼睛，你知道孩子是怎么没的吗？他的动作突然凝固住，轻声问道，你说怀个孕而已，别太矫情。
我的眼泪无法控制地流了下来。顾文明的瞳孔一缩，似乎这才回过神来，他艰难地开口问道：“所以那天你不是在和我赌气，真的出了问题？”我推开他的手，径直走向窗边，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整个人都在发抖。很快，地板上出现了一滩水渍，伴随着他的哽咽声：“都是我的错。”此刻的他应该很痛苦吧，但我的心里除了麻木之外，竟然没有丝毫的快感可言。自从失去孩子后，我每晚都会梦到一个小女孩扎着辫子，甜甜地叫我妈妈。是她妈妈太懦弱，才选择了放弃她。我伸手去拉窗户，身体往外探去，想要逃离这一切。然而背后却突然传来一股强大的力量，紧紧地将我拉回了卧室。洛凡音，你想干什么？顾文明焦急地冲我吼道，面部扭曲，显得异常焦急。我并未向他透露，刚才只是渴望一丝新鲜空气。身患基因病的我，深知生命短暂，不愿提前让自己沉浸在痛苦之中。然而顾文明却显得异常紧张不安，他特地将王静送走，并给家中的所有门窗加上了锁，甚至还雇佣了一位保姆阿姨，全天候地监视我，仿佛担心我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举动。我对他的举动不以为意，每当他试图与我交谈时，我便会将离婚协议书展现在他面前，不停地催促他先签了这个再说。他愤怒地抓起协议书，撕得粉碎，严厉地警告我：想离婚，你别妄想了。王静对此肯定心怀不甘。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的辱骂信息，时而他会歇斯底里地发泄情绪，疯狂地诅咒我最终会被狠狠抛弃，时而又会泪流满面的示弱，哭诉自己离开了顾文明就无法生存，哀求我把丈夫让给他。阿明根本就不爱你，你为什么还要死死抓住他不放？看他的样子，精神状态似乎也不太稳定。顾文明为了2个女人来回奔波，一个拒绝沟通，一个情绪不稳，很快就消瘦了许多。即使我不理他，他仍会在半夜偷偷推开卧室的门，躺上床，假装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争吵。身后传来他哀求的声音：凡音，你能和我说说话吗？如果那天你早点告诉我，我一定会立刻赶过去陪你的。我做错了，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喉咙突然涌起一股血腥味，我紧闭双眼，强行将这股不适压下去，同时往外挪了挪身体，不愿听他事后的这些补救措施。他继续说：我是你唯一的家人，你难道想和我冷战一辈子吗？听话，我们还年轻，以后还会有孩子的。眼泪默默地渗入枕头之中，我在心里拼命地摇头，不，永远不会有了，因为我的生命已经所剩无几。我回避与顾文明的交流，他却因此更多地留在了家中。当我在阳台上享受阳光时，他焦急地联系了全市的心理医生，却得到了各种误解的答复。他们可能都认为这是流产后的抑郁，需要特别的心理关怀。他时常紧张地注视着我，甚至在浴室里稍待久一点，他都会推门进来确认我的安危。他并不知晓，在他进门之前，我已静静地吐出口中的鲜血，熟练地清除所有痕迹。然而无论我多么小心，身体还是在逐渐衰弱。顾文明始终守在我的身旁，这让王静开始不安。他一通电话，几句言语就轻易地把顾文明引了出去，然后用他的指纹打开了大门，径直走向我。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环顾客厅后露出笑意。我和他刚开始交往时，曾提及想要一个带有落地窗的房子，
一开门就能看到美丽的花园。客厅里的地毯应该是波西米亚风格的，沙发则必须是美式的。这个房子正与我当年的描述一模一样。真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他还记得这个已婚前男友的家中，每一处都透露出他的喜好。他的话语中虽然带着淡淡的语气，但得意之情却难以掩饰。我听完他的话，只是平静地笑了笑。你与其在这里和我怀旧，不如去说服顾文明离婚。既然他这么在乎你，你应该能劝得动他吧？王静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手指关节因紧握而发白。你在向我炫耀什么？要不是担心你会做傻事，他早就甩了你娶我了。你现在所拥有的，只不过是我不要的东西。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声音几乎刺耳。你知道他是怎么说你的吗？他拿出一支录音笔播放，里面传出顾文明的声音：小静，洛凡音就像我的妹妹，你别老是吃她的醋。我看她一个人挺可怜的，毕竟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就算是对一条狗也会有感情。如果你不喜欢，等我们结婚后，我让她搬出去住。你是我最爱的人，乖，别再难过了。有什么东西在我心中破碎了？好一个妹妹的称呼，好一条狗的比喻。原来他始终只是可怜我是个孤儿，那根本就不是爱情。我转身走向房间，笑容中夹杂着无法控制的泪水。王静心有不甘，继续用言语伤害我。她愤怒地叫住我：洛凡音，我怀孕了，孩子是阿明的。我顿了一下脚步，伸手梵音带上了房门，整个身体紧紧贴在门后。一股剧烈的疼痛从胸口传来，使我无力地瘫坐在地上。我失去了我的孩子，而王静却有了身孕。那个曾经安慰我还会有孩子的男人，却让另一个女人怀上了他的骨肉，这是何等的讽刺！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开门声，紧接着是顾文明慌张的声音：小静，你怎么了？我挣扎着站起来，打开门，冷冷地看着他将王静紧紧搂在怀中，急切地问：发生什么事了？深呼吸，放松些。医生马上就到。地板上是一地的碎瓷片，其中几片还沾着血迹。王静举起流血的手腕，脸上带着虚弱的微笑：我只是太想你了，你不来找我，我就来找你。他知道我有了孩子，有些激动，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他眼中含泪，委屈地抬头对顾文明说：你别怪梵音，他失去了孩子，心里肯定难受。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顾文明抬头看向我，眼神复杂难解。梵音，是这样吗？你刚才推了他们两人，加上那个未出世的孩子，看起来更像是一家人。我瞥了眼王静的小腹，无声地笑了笑。如此拙劣的演技，只需看一眼监控就能戳穿的谎言。顾文明选择直接质问我，我忍不住斥责他：你是没脑子吗？既然你这么爱他，那就赶紧签字离婚，把他娶回家供着不就好了？我提前祝你们白头偕老。顾文明眉头紧锁，他放下王静，大步走到我面前，紧紧握住我的手腕，声音冰冷：你不要故意气我，无论如何，我这辈子都不会和你离婚。你就不能尝试和我好好相处吗？这又何必呢？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永远不在我身边，而当我心灰意冷时，他又来责怪我为何不愿与他沟通。我回想起怀孕第3个月的时候，王静刚离婚，半夜给他打电话说自己一个人害怕，而我孕期疼痛不断，咬破嘴唇，紧紧抓着他的衣角，固执的不肯放手。我也害怕，你能不能就和我在一起，不要去关心别的女人？他却烦音地推开了我的手。我就去看一眼，
很快就回来。那一晚，他没有归家，我一个人在灯光下发呆，直到天明。如果并不相爱，何不彼此放手？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晃动了2下，在他的惊恐注视下，我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然后无力地倒在他怀中，再度张开双眼。四周弥漫着医院特有的消毒水气味。顾文明站在门外的走廊上，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怒意，对着电话那头吼道：“不是只说是流产后的情绪问题吗？为何会突然转变成遗传性疾病？”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我不管你们采取何种手段，必须治好我的妻子，否则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直到你们医院关门大吉。”他的言语中充满了无理的霸道，仿佛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疯子在要求医生对我的不治之症做出治愈的承诺。我微微张开虚弱的双眼，与他愤怒的目光相遇。然而，突如其来的咳嗽让我无法控制，嘴角渗出了鲜血。每一次咳嗽都像是撕裂了我的肺腑。顾文明见状，手机瞬间从手中滑落，他急忙冲进病房，按下了急救按钮。医生和护士们急匆匆地赶来，围绕在我身边进行紧急救治。在心脏复苏的过程中，顾文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仿佛他的身体也被定住了。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我的心跳终于恢复了正常。他眼眶泛红，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手，颤抖地说：“樊音，你吓死我了。”他的声音在颤抖，好像非常害怕会失去我。我费尽全力张开双眼，没好气地别过头去。“别说了，你很吵。”我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滴落在我的脸颊上。顾文明将脸贴近我的手，哽咽着说：“老婆，我真的错了，求你不要离开我。”他的声音充满了哀求：“求你快点康复，好吗？”我转过头去，不想看他。“王静不是怀孕了吗？你跟我离婚，正好可以娶她，你管我干什么？”他疯狂地摇头，急切地解释：“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那个孩子不是我的。”他解释道：“王静与前夫离异后，其前夫却仍与她纠缠不清，同时还在外与一名空姐公开展示恩爱。王静因无法割舍对前夫的情感，导致情绪极度不稳，常以酒精来麻痹自己的心灵。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所受的压力日益增大，最后她含泪请求顾文明出手，帮助她赢回前夫的心。心理医生警告说，王静的情绪若继续恶化，很可能会陷入深度抑郁的境地。顾文明于心不忍，决定伸出援手。起初，王静的表现还算正常，他只是请求顾文明帮他创造一些偶遇的机会，以此激发前夫的嫉妒心和危机感，希望能使他回心转意。然而，前夫的现任女友却不断在网络上炫耀他们的恩爱，甚至对王静进行人身攻击，辱骂她是被抛弃的黄脸婆。随后，更有人受雇对王静进行恐吓，顾文明无法对此置之不理，因此频繁地前往王静的住处探望。王静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他将顾文明视为唯一的救命稻草，紧紧地抓住他不放。他甚至将我幻想成那位空姐，每当听到顾文明与我通话时，便会陷入疯狂，乱摔东西。他威胁顾文明，如果他敢离开，就会对我不利。一个精神濒临崩溃的女人的威胁是不容忽视的。顾文明坦言，他不敢过度刺激王静，担心他会做出冲动的报复行为，危及我和孩子，因此他只能选择暂时委屈我。当我因难产大出血向顾文明求救时，王静却紧紧盯着他，
不允许他离开，更不允许他对我表现出丝毫的关心。而那时，顾文明正好与我发生争执，心情烦躁之下，误以为我在无理取闹，因此说了一些伤人的话。至于王静怀孕，完全是他前夫设计将她灌醉后的一场意外。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在我身边不断地忏悔，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自己不该那样对待我。然而，即便他有再多的理由，我又何错之有呢？我冷漠地闭上了眼睛。我们的孩子才是最无辜的受害者。如果他当初能坦诚地与我沟通，我绝不会阻拦他去帮助别人。帮助他人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他为何偏偏选择了最糟糕的那一种呢？顾文明不惜一切代价联络了全国各地的顶尖专家，为我进行联合会诊。然而，结果令人失望。面对这种尚未被攻克的基因疾病，医生们也无能为力，无法逆天改命。我陷入昏睡的时间日渐增长，而他却是夜不能寐，眼中的血丝日渐增多。每当我醒来，总能看到他孤独地坐在病榻前，目光空洞。他身上的烟草味越来越重。他原本不信命运，但如今却秘密求来了据说极为灵验的护身符，悄然放在我的枕下，期盼奇迹能够降临。我看着他忙碌而焦虑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淡淡的对他说：“你还是把离婚协议签了吧，我们从此两清。你不必在我这个将死之人身上浪费时间，回到王静身边不是更好吗？”我的话音刚落，顾文明的眼眶立刻红了。他跪在我的床前，声音哽咽：“老婆，求你不要对我这么狠心，我真的知道错了。”他的泪水滴落在我的手心，我转过头去，不想再看他。第二天的黄昏时分，一位小护士手捧一束山茶花，梵音放在我的床头，那熟悉的清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我在这花香中缓缓睁开双眼，看着这束我最爱的花，轻声问小护士：“妹妹，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小护士微笑着摇摇头，安慰我：“你要有信心，我们都在努力想办法，一定会好起来的。”虽然知道这只是安慰，但我还是感激地点了点头。然而，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咳出的血却越来越多，身体的衰败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场突如其来的基因病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时间。顾文明几乎彻夜难眠，他不停地咨询医生，其余时间都守在我的身边。垃圾桶里堆满了他抽过的烟头。王静因为长时间见不到他，消息发得愈发疯狂，甚至有一次，他趁顾文明去隔壁城市见专家的机会，全副武装地闯进了我的病房。他摘下帽子和口罩，狠狠地瞪着我：“你都要死了，为什么还要缠着阿明不放？”我靠在病床上，怜悯地看了他一眼：“王静，你喜欢抢男人，我管不着，但一个小三跑到原配面前嚣张，真以为自己尚未成功了？”我毫不留情地打击他：“当年是你看不起顾文明，觉得他给不了你想要的富贵生活，现在他好不容易成功了，你又想回头找他，但他已经结婚了。你的行为和你前夫的现任女友有什么区别？都是打着爱的旗号破坏别人的家庭。”王静听完我的话，呆呆地站在原地，脸色变幻莫测。她蹲下身，抱头疯狂地摇头：“不是这样的，是他们先背叛了我，他们都该死，我有什么错？”我看着她自言自语的样子，只觉得她无比可怜。她被前夫背叛后，转头就想找别人的老公来安慰自己，还自我洗脑说自己没有错，都是别人对不起她。她
她和那位空姐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最终，她都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我无意间瞥见王静白色裙角上的斑斑血迹，忍不住看向她的肚子，皱眉问道：“你的肚子？”王静仿佛大梦初醒般，猛地站起来，一把拉住了病床的栏杆。她双目圆瞪，猛然伸出双手，紧紧扼住我的咽喉，愤怒地嘶吼：“都是你的错！要不是你，我的孩子怎么会离世？”她声称，在寻找顾文明的途中，一个不慎跌倒，孩子因此夭折。她的前夫为此愤怒不已，断绝了与她复合的可能。可这又如何能怪到我头上呢？我竭尽全力挣扎，然而呼吸却愈发困难，吸入的空气仿佛被什么阻隔，越来越少，眼前的天花板变得模糊。一个梳着辫子的小女孩向我招手，稚嫩的声音呼唤着：“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家呀？”我露出一丝释然的微笑，向她张开双臂，轻声回应：“妈妈马上就来陪你。”你住手！顾文明的声音充满了惊愕与愤怒，他粗暴地推开了王静，慌张地按下急救铃：“医生，快来人！”突然，我的腹部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我无力地垂下眼眸，看到一把染血的水果刀掉落在地，鲜血迅速染透了床单和被子，四处都是触目惊心的血迹，场面令人心惊胆战。大颗的眼泪滴落在我的手背上，顾文明惊慌地为我捂住伤口：“樊音，你一定要坚持住，医生马上就到，求求你别闭上眼。”我的视线逐渐模糊，望向远方那个小女孩，微笑着说：“有人在等我，我要回家了。”话音未落，我的手臂无力地垂下，眼前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四周一片洁白，医院特有的消毒水气味刺鼻，提醒我这里并非我期望中那个温馨的家。我试图动弹，却发现自己被各种监测仪器和输液管束缚着。“你终于醒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惊呼道。我侧过头，看到顾文明疲惫而憔悴的脸庞，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紧握着我的手：“你吓死我了，知道吗？”我努力挤出一个微笑，想安慰他，却发现喉咙干涩的说不出话来。他见状，立刻拿起旁边的水杯，小心翼翼地为我喝了几口水。“王静呢？”我沙哑着嗓子问道。顾文明的脸色一沉：“他已经被警察带走了，你不用担心，他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我梵音点了点头，心中却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王静的疯狂行为虽然令人震惊，但我也能理解他失去孩子后的绝望和愤怒。只是他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过程。顾文明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我身边。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因为这次事件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变得更加体贴和温柔，而我也开始重新审视我们之间的感情。在医院的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许多病友和医护人员，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遭遇，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宝贵。我们互相鼓励，支持着对方走过这段艰难的时光。随着身体的逐渐恢复，我也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我不想再回到过去那种碌碌无为的生活中去了，我想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充实自己的人生。于是，在顾文明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决定创办一个公益组织，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个决定让我充满了激情和动力。我开始四处奔波，筹备资金，招募志愿者，并策划各种活动。虽然过程艰辛且充满挑战，
但每当我看到那些被我们帮助过的人露出的笑容和感激的眼神时，我就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在我忙于公益事业的同时，顾文明也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给予我无尽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的感情也在这段时间里得到了升华。一天晚上，他约我到海边散步，海风梵音吹拂着我们的脸庞，月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的。我们并肩走着，聊着未来的计划和梦想。突然，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深情地看着我。梵音，经过这次的事情，我更加确定你就是我想要共度一生的人。你愿意嫁给我吗？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打开来展示在我面前，是一枚闪闪发光的钻戒。我愣住了，神情恍惚地看着他以及他手中的戒指，心中五味杂陈。你确定吗？我结结巴巴地问道。当然确定，他坚定地说道。我爱你，梵音。我想和你一起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经历每一个喜怒哀乐。你愿意吗？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和渴望。我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伸出手来。我愿意。他兴奋地为我戴上了戒指，然后紧紧地将我拥入怀中。谢谢你，梵音，我会用一生去珍惜你，爱护你的。我们在月光下紧紧相拥着，感受着彼此的心跳和温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公益事业也逐渐走上了正轨。我们帮助了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和老人，为他们送去了关爱和温暖。每一次的活动都让我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而顾文明也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支持着我的事业和梦想。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欢乐和困难的时刻，感情也越发深厚。终于有一天，我怀孕了。当医生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激动得热泪盈眶。顾文明更是欣喜若狂地抱着我转了好几圈。我们要有宝宝了，太好了！他兴奋地喊道。为了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我们开始忙碌地准备各种婴儿用品和装修婴儿房，每天都充满期待和憧憬地幻想着未来一家三口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就在我们满怀期待地等待宝宝降生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打破了这份美好。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顾文明一起去医院做产检。当我们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一辆失控的汽车突然冲了过来。小心！顾文明大喊一声，猛地把我推开自己，却被汽车撞倒在地。责成！我惊恐地尖叫着跑过去扶起他。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我慌乱地检查着他的身体。他痛苦地皱着眉头看着我。我没事。你怎么样？有没有吓到？他勉强挤出一个微笑安慰我。我紧紧地抱住他，泪流满面。你怎么这么傻呀？为什么要推开我，让自己受伤？我心疼地责怪道。因为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他虚弱地说道。只要你没事就好。听到这句话，我的泪水更加汹涌了。幸运的是，经过医生的检查，顾文明并没有受太重的伤，只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康复了。然而，这场意外却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以及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几个月后，我们的宝宝顺利地出生了，是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给她取名叫安琪，寓意着天使的降临。看着安琪粉嫩的小脸蛋和顾文明幸福的笑容，我感到无比的满足和幸福。这一刻，所有的付出和等待都是值得的。如今，我们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顾文明的事业也越做越大，成为了当地有名的企业家，而我也继续致力于公益事业，帮助更多的人走出困境。
每当回想起过去的种种经历，我都感慨万千。或许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未知和变数。但只要我们心中有爱、有梦想，就能勇敢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在这个充满爱的家里，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每一刻都充满了希望和幸福。我相信，无论未来会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我们都会携手共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老公出差半个月回家，我替他洗衣服的时候，在他口袋里发现一张皱巴巴的孕检单，上面记录怀孕7个月。可我老公他妈的是不育症啊！看着这张皱巴巴的孕检单，怀孕7个月，我愣在原地，脑袋嗡嗡作响。我和老公赵有明结婚8年，互相都没有要孩子的想法，更别提他婚检时还被查出不育症。虽然拿结果的时候是我去拿，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症状。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说好未来丁克，所以我也没把这个事和他说。面对双方父母催生的压力时，我站出来说我不孕，扛下来所有压力，双方父母这才消停。所以现在这张孕检单是怎么回事？来不及细想，我颤抖着手给赵有明打去电话，他很快接通。电话里他语气依旧那么的温柔。喂，老婆，怎么了？听到他声音，我瞬间冷静下来。不行，我要先弄清楚这张孕检单是谁放在他口袋里的。此时我心里还存在着些许侥幸，他没出轨，所以我语气和平时一样。没事，我只是想问问你今晚几点回来。他略带歉意地说，老婆你不用等我了，今晚有个会，就不回去了。他说完，匆匆将电话挂断。挂断前，我听到了女人的娇笑声，我大脑一片空白。叮咚，赵有明发来一条短信：老婆大人对不起，今晚实在脱不开身，明天一定陪你。还没等我回复，他又一条短信发了过来：老婆，行李箱里的脏衣服就不辛苦你了，明天我自己来。以往的我会觉得感动，可现在我心底一片冰冷。我上网查了孕检单上医院的地址，竟发现这家医院是我高中好友于年年现在上班的地方。我立刻打电话给于年年，于年年还惊喜我怎么给他打电话，还顺嘴道恭喜。我问恭喜什么？当然是恭喜你怀孕了呀，你老公对你可真好啊，每次产检都来陪你。于年年不是妇产科，自然不知道赵有明每次陪去产检的那个女人不是我。事已至此，我也确定赵有明出轨了。我把自己没怀孕，还有发现孕检单，以及赵有明有不育症的事情和于年年说了。于年年差点一口水喷出来，合着赵有明这个渣男出轨，结果孩子还不是他的。这离谱的事情，我既觉得伤心又可笑。于年年拍着胸脯保障，下次他再来医院，我帮你拍下他和那女人出轨的证据。谢过于年年后，我将孕检单拍照作为证据，再把它原模原样的放回衣服口袋里，然后才给赵有明回消息。好的呢，老公。赵有明秒回我消息，明天我会早点回来给老婆大人一个惊喜的。看着这条消息，我几乎控制不住冷笑出来。第二天我下班回家，就听到厨房传来声响，还真是难得。赵有明没有借口加班晚归，还主动做饭。听到我回家的动静，赵有明从厨房走出来，对着我打招呼：老婆，终于回来了。我对他露出微笑：老公，你做了什么好吃的呀？闻着真香，我做了你最爱的糖醋排骨。他说着重新回到厨房，
我看了眼阳台，那里挂着他刚刚洗好的出差带回来的衣服，我只觉失望和可笑。自结婚后，家里的家务活都是我来做，他从来都不会帮忙。我也是恋爱脑上头，竟不觉得有哪里不对，反而觉得他天天加班，比我更辛苦。而现在，因为一张孕检单，就慌忙地早早回家，主动做起家务，想掩饰自己的秘密。我走到厨房看着他，锅里的糖醋排骨正在焖煮，他低头玩着手机。见我进来，他第一时间把手机熄屏。你怎么突然进来了？他眼中划过片刻慌乱，只一瞬，又镇定下来，皱着眉，明显有些生气。我看他系着围裙的模样，突然想到刚同居时，我半夜饿了，他立刻起身去厨房给我煮面。那时谁能想到，现在他在家的外面还有一个女人。我深吸一口气，勉强压下心中的怒意和酸涩，走上前环抱住他的腰。我只是突然想到，好久没吃到你做的菜了。他听后愣了愣，抬在半空的手同样搂住了我，不知想到什么，生气的面容也柔和下来。以后我会少加班，早点下班陪你。听到他的话，我只想吐。片刻温存后，我松开了他。他将菜放入盘中的时，状似无意地问：老婆，昨天你没碰我拿回来的东西吧？我看着他的眼睛，装作奇怪地问：没。怎么了？有东西不见了吗？他避开我的视线，笑着说：没有，只是里面有点重要文件，怕你搞乱了。我内心冷笑，重要文件？我看那重要文件就是那张孕检单吧。晚饭的时候，赵有明主动得很，勺饭夹菜，最后吃完也是他收拾的桌子洗的碗。他今晚的一切行为举动只透露出2个字：心虚。我问：结婚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主动？今天是碰见什么开心的事，还是你在外面做了对不起我的事？赵有明脸色僵硬1秒，继而笑着说：老婆，你可别胡说八道，对你好是我应该做的。他也察觉出今晚举动太反常，继而又道：以后我下班都这么对你不好吗？我静静地看着他，脸上没有任何波澜，像看陌生人。你确定你能做到？我俩对视半晌，他哑然，最后终于拍桌。或许是心里有鬼导致的恼羞成怒，我今天这么做只是想让你开心，我害怕你因为我出差半个月生气，所以你现在是什么态度？你刚刚说我做了对不起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说着，他起身回了房间，独留我一人在客厅中。夜晚，我在床上难以入眠，他没有在房间睡，而是去了隔壁的书房。即使平时会睡在一个房间，盖着一张被子，我和他之间也隔着一段距离，如2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不知何时，竟变成这样。伤心归伤心，婚是一定要离的。这男人，我现在看着都觉得脏。不过离婚前，我必须找出这个小三是谁。渣男贱女，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一晚上没睡，或许是因为死心，让我大脑理智回笼，开始回忆起和赵有明生活的点点滴滴。大概在1年半前，他就开始频繁出差或者加班。当时我还和他抱怨过，他只抱着我安慰：宝宝，我只是想让你过更好的日子。当时我感动得直掉眼泪，现在才知道他是对我厌烦，在外面有了其他的女人。赵有明休息的时间基本都待在家里，只有我叫他出去，他才会出去。他的朋友我也都认识，私下很少约他一块出去玩，所以我初步判断，这个小三不太可能出自他的朋友圈，所以有可能是他公司里的人。我犹豫了。赵有明在我家公司上班，当初是赵有明面试我家公司的时候，
我还拜托我爸帮忙关照，要不然他也不会那么快晋升经理。这种事情越是亲近的人，越是难以说出口。在我和赵有明冷战了2天后，我终于还是决定和我爸当面说这个事。怎么突然上公司来找我了？我爸打趣地问。我很少会主动找我爸，因为我爸想让我毕业后就继承公司，但我志不在此，所以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我和赵有明结婚后，我们的关系才慢慢好起来，但还是憋着一口闷气，不愿求和。想到赵有明，我的眼神黯淡下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我爸身为商人，捕捉情绪自然厉害，他敏锐察觉出我神情的变化，语气是浓浓的关心。我犹豫许久，才开口说：爸，最近在公司，你有没有发现有明和谁走得比较近？我爸一听便听出我话语的潜在意思。赵有明，那小子出轨了。我眼睛突然一热，剩下的话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这么多天的委屈化作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了下来，把我爸吓了一跳，连忙跳到我面前，安抚我的拍了拍我的头：别哭，有爸在，谁敢欺负你，爸给你报仇。等我哭完，我把发现孕检单和这1年半赵有明的不对劲给我爸说完。我爸气得脸红脖子粗，差点想冲出去给赵有明来一拳，吓得我连忙阻止。这畜生还加班还出差，原来是陪其他女人，看老子不打死他！我说：爸，你先冷静，现在出去只会打草惊蛇，到时赵有明一口咬死自己没出轨，咱们也拿不出证据证明，那还得不偿失。我爸冷静下来：爸给你盯着他。行，爸，我也会在这段时间收集他出轨的证据。有了我爸的帮助，我心里踏实不少。赵有明估计是心虚，回到家就开始主动招揽下所有家务事，即使我爸悄悄给他加大工作量，他也不敢有一句怨言。看着他脸上日渐严重的疲惫，我只想笑。就这么过去了半个月，我婆婆张翠兰来了。她之前都是住在农村，现在刚来家里就指着我妈，手指头都快戳到我的脸上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女人什么活都不做，都丢给自己老公做，你还有没有当妻子的自觉？赵有明在一旁劝，一副真为我好的模样。如果我没看到他强压下去的嘴角，妈，不要这么说，月月。月月上班也累，我下班早，做这些事是我应该的。张翠兰怒斥：什么应该的？你能赚多少钱？他能赚多少钱？你看看他的那些钱够不够生活的？还不是靠你养着。要我说，女人就该在家好好伺候男人，出去抛头露面有什么用？还天天打扮成骚货样，不知道是想勾引谁。他越骂越起劲，丝毫不管我现在脸色多么难看。赵有明也在一旁看戏，不帮我说一句话。要知道，自从拒绝接管家里公司后，我就没和爸妈要过1分钱，家里的房贷车贷一直都是我负责，衣食住行也都是我在出钱。赵有明顶多瞧见家里缺什么日常用品买回来，剩下的钱都攒着说是为了我们未来着想。以往我从来不计较这些事，他们真就觉得这些事是我应该做的。在张翠兰的巴掌即将落到我脸上时，我躲闪开，张翠兰顺势跌落在地。以往我敬她是婆婆，加上恋爱脑，所以什么都忍了下来。她今天没想到我竟然敢躲着她的巴掌，在地上哎呦半天，见我什么话都没说，她的哀嚎声渐渐小了。赵有明把张翠兰扶了起来，用一种不赞同的眼神看我：老婆，你现在怎么这么不懂事了？见我冷着脸没有说话，他和张翠兰暗自交换了一个眼神，
婆婆软下语气：“月月啊，妈是过来人了。你说有名一个大男人做家务，被传到外面，铁定会被大伙笑话呀。”赵有明说：“没事的，妈，为媳妇做事被别人笑话我骄傲，妈也是希望你们把日子过好呀。”他们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想把我安抚下来，我却不如他们所愿。这又不是以前的社会，主张是平等。赵有明做个家务怎么了？妈，你不要活得太封建。张翠兰今天来就是想给自己儿子长气焰，以免我骑在他儿子头上。见我软硬不吃，他一张老脸涨成猪肝色。赵有明眼神略带狐疑地看着我：“老婆，你最近脾气怎么这么大？是我让你心情不好了吗？”对视上他审视的目光，我瞬间汗毛直竖，因为我在里面看到些许杀意。我面不改色，假装烦躁地说：“还不是我爸又在催我给你生个小孩？当年婚检不都检查出来我不能生了吗？他还非要咱们去国外试管试试。”赵有明脸色放松下来。当年我得知我生不了孩子，双方父母确实大闹过，我也表现得和现在一样暴躁。他轻柔地将我搂入怀中，孩子对我而言要不要都无所谓，我只要你开心。张翠兰也罕见地认同：“是啊，试管那多伤身体呀，你爸也真是的，有没有孩子我都认你这个儿媳妇。”我忍着恶心顺从地说：“妈，对不起，我最近实在是心情不好。”张翠兰表示理解。我不想面对这个老女人，也不想看到赵有明，和他们待在一个空间都是件令人心烦的事。张翠兰来这必定会待好几天，于是我找了个借口说朋友邀请我去玩一晚上，想着松口气。赵有明客套了几句便让我走了。张翠兰也让我玩得开心。这么多年的相处，我了解赵有明，也了解张翠兰，他们母子都是精明、自私自利的人。张翠兰太反常，要换做以前，得知试管能怀上孩子，她早让我去试一试了。所以张翠兰是知道赵有明出轨的事。刚刚赵有明也在试探我有没有发现他出轨，不知道他有没有信我当时说的话。我想到他眼神中藏不住的杀意，一颗心逐渐往下沉，手脚也开始发凉。我不知道该去哪，只好在小区里找了个长椅坐着。在我下楼后的半个小时，我看到赵有明下楼，他左顾右看，似乎在看有没有熟人。我连忙躲了起来。他站了一会，去到地下车库开车离开。他这是要去哪？我突然后悔没用手机绑上那辆车的行车记录仪。隔了10几分钟，赵有明回来了，但不是他一个人回来，车上还下来了一个怀着孕的女人。他和那女人十分亲密。这时张翠兰也从楼上下来，笑容满面地迎了上去。我拍了好几张照片后，看着他们一同上了楼，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我还呆呆站在原地。知道他出轨和真正看到出轨的场面，心情是不一样的。我宛若被重锤砸中脑袋，头晕眼花，几乎要倒在地上。想到我不在家里时，家里还有另一个女人留下的痕迹，恶心感从我的胃里翻涌而出，让我止不住的干呕。我恍惚地给赵有明发去短信：“老公在干嘛？我想你了。”隔了10几分钟，赵有明才回复：“我刚刚给妈按摩呢。”他说自己腰不舒服。看到这条消息，我抓手机的手力气忍不住加大，因为我打开摄像头放大，就能看到那扇没有拉窗帘的窗户中，赵有明正一脸幸福地抱着那女人，和他看到我短信时一闪而过的不悦。我将拍到的照片全都上传云端，为了保险又给我爸发了一份，才恍惚地离开小区。我晃荡了不知道多久，来到了河边，
忍不住自嘲地大笑出来，笑自己8年青春为了狗，更笑赵有明这个狗东西的背叛能让我如此伤心。等我笑够后，抹了把脸，强迫自己镇定起来。手机里有我爸给我发的消息，这女的我认识。我给我爸打去电话，我爸立刻接通，和我说了小三的身份。小三叫宋玲，也是公司的人，还是赵有明的顶头上司。半年前因为怀孕请了年假，虽然在放假，平日里也会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所以赵有明加班出差都是宋玲一句话的事。我爸吐槽，这宋玲平日看起来正经得很，没想到背地里去当三。我爸说完后问我在哪，我回答后，他生怕我做傻事，叫人把我接回家。我妈得知赵有明做了什么，气得差点心脏病发作，恨不得脱下脚上的高跟鞋往赵有明脸上砸。我连忙安慰，我有办法，既然他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我爸妈听了我的想法，纷纷赞同。第二天，我同城购买了针孔摄像头，回去后张翠兰不知道去了哪。赵有明和往常一样去上班，我快速地将针孔摄像头安装在卧室、客厅、阳台等地方。张翠兰回来后看到我吓了一跳，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我眯着眼看她，我这么早回来吗？你好像不太高兴啊。张翠兰不敢看我，哪有？说着，她拿着手机去了阳台，打开手机连接上摄像头，再连接上蓝牙耳机，我能清晰地听到张翠兰和赵有明汇报，他回来了。该说不说，这摄像头画质还真清晰。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赵有明早早回来后就去厨房忙碌。我说没胃口，回房睡觉。这几天我都装作若无其事的和赵有明虚与委蛇，放松他的警惕。果然，风平浪静一段时间后，赵有明又开始加班，家务全都丢给张翠兰。张翠兰也不做，就等着我去做。可关我什么事呢？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等赵有明回到家，看到满屋狼藉时，他忍不住质问：妈，你都不知道收拾收拾吗？张翠兰也委屈，但面对赵有明烦躁的神情，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埋怨看着我。我说：妈，你知道的，我这几天忙，过几天要出差一趟，你说我要不要去呢？我决定给赵有明和苏玲创造一个独处的机会。他们不是喜欢在家里偷情吗？那就偷个够吧。张翠兰率先同意，怎么能不去？女人不要为了家庭放弃事业啊！听到她这句话，我差点笑出来。她是想迫不及待把苏玲接来这照顾吧？赵有明则皱眉，和谁一块去出差？是去呢？几天？瞧瞧，他的出差是出轨，他也便怀疑我会出轨，真是个双标的男人。我如实相告，还给他看了领导发来的消息和我订下的机票，他才放心下来。他故作担忧，按时吃饭知道吗？我不在你身边，真担心你照顾不好自己。你在的时候也没见有多照顾我呀。我内心这么想，但脸上写满感动。其实出差的消息是假的，机票定下当天就退了。到离开那天，我只是回到爸妈家，然后通过手机连接摄像头远程观察着家里。虽然事先给爸妈做足心理准备，但在他们看到赵有明将宋玲牵回家时，我爸还是气得拍桌，我妈直接将手边的杯子砸碎。宋玲挺着个大肚子，一副女主人的做派。张翠兰在一旁站着，眼睛死死盯着她的肚子，生怕出什么问题。小玲啊，有没有想吃的？宋玲睨了张翠兰一眼，我想吃车厘子。张翠兰不生气，笑着说：乖孙想吃，奶奶现在就去买。
赵有明还给他转钱，让他多买些回来。等张翠兰离开后，宋玲像妖精一样贴在赵有明身上，伸手搂住他的脖子：“亲爱的，我好想你。”说着，二人拥吻在一块，好一会才分开。宋玲问：“他这次要开会多久？”“要半个月呢。”“真好，终于不用我找借口让你出差，之后你下了班就能来陪我了。”赵有明轻轻捏了捏宋玲的脸：“你个妖精，之前下班不都是在陪你吗？”宋玲嘟着嘴：“那哪够啊，我想名正言顺待在你身边。”赵有明笑着哄她：“不急，等我拿到他们家的钱，我就娶你。”宋玲这才笑了，嘴上却道：“你舍得吗？他一个生不出孩子的，我娶着他有什么用？等你生下这个孩子，我就把他弄死。”两人抱在一起，窃窃私语，像一对恩爱的夫妻。我压抑着怒火，将监控视频保存了下来。这几天，我不仅拍到他们不堪入目的亲热戏码，还有他们密谋想杀害我的、夺取我家家产的证据。我怎么都没想到，在我面前温柔至极，在外人面前是十足好老公的赵有明，原来对我如此的不耐烦，甚至觉得多看我一眼都是恶心。这就是我之前觉得可以依靠的男人，可以陪伴一辈子的老公。想来真是可笑。从听到赵有明想谋害我的话后，父母的情绪也从一开始的激动变得冷静下来。他们决定不会轻易放过赵有明。我没有待半个月，也就在外待了1周。这1周，我高中好友于年年给我发来赵有明陪同李玲去孕检的照片，将照片保存好。我给赵有明打去电话：“老公，我回来了，惊喜吧？”赵有明语气透着慌乱：“老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因为我太想你，就把工作提前做完了。”“哦，那个老婆，你现在在哪呢？”“在回去的路上。”“好了，我手机没电，先不聊了。”不等赵有明继续说，我将电话挂断，坐到出租车上看手机监控，就瞧见张翠兰慌里慌张地让李玲离开，紧接着打扫起家里。等我回到家后，家里早已焕然一新。该说不说，张翠兰打扫能力真强，到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可她还是令人恶心。我强忍着想要离开的念头：“妈，怎么不等我回来再打扫呢？瞧把你辛苦的。”我话是这么说，但我却坐在沙发上动也不动一下，就看着张翠兰哼哧哼哧地拖地。张翠兰拖地的动作顿了顿，脸色略微扭曲一瞬：“没事，妈平时就喜欢做家务锻炼身体。”我一时忍不住笑了出声：“妈，你这锻炼身体的方式可真别致。”张翠兰听后脸色别提多难看，但她心虚，也没多说什么。我便坐等赵有明回来。赵有明回来得很匆忙，显然害怕我发现什么。见我没有任何异常，他又松口气。他上前想抱我，我不动声色地躲开了。他错愕，但我先发制人，盯着他的眼睛：“我不在的这几天，你不会带别的女人来家里了吧？”赵有明刚呼出来的气又卡在嗓子眼：“什么女人？老婆，你别乱说，你不会还怀疑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吧？”“老婆，这我可就要好好说说你了。你没事的时候少看那些家庭电视剧，我看你就是看多，才会怀疑我出轨。”看着他理直气壮，我怎么之前就没看出他脸皮这么厚呢？我从他肩膀上拿下一根浅棕色的发丝：“这是什么？”他眼神瞬间慌乱，随即说：“公司里女同事多，头发沾到身上很正常吧？”事已至此，我都佩服他说瞎话的能力，但我还得装相信。行吧，信你了，你必须要信我呀，老婆。张翠兰帮腔：“月月，我们家有名肯定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笑了，妈，我知道了。话说妈，过几天不是你生日吗？也是我和有明的结婚纪念日，所以我爸说双喜临门，想给你大办一场。张翠兰迟疑了，虽然我和赵有明结婚，但除了结婚那天我爸妈来过，他就没和我爸妈有过任何交流，所以他在想这里头是不是有诈。但我说我和我爸关系最近缓和，我和他说过，妈，你不介意我生不出孩子，还让我和有明好好过日子，所以他也想和你破破冰，两家人多多交流，日后也多个照应。张翠兰这才同意下来。她好面子，年轻时候丈夫车祸就被村里人说克夫，被人看不起，戳着几辆鼓骂，直到儿子赵有明考上985大学，她才觉扬眉吐气。后来他儿子更是娶到我这个瞎了眼的白富美，他更是喜欢对我颐指气使，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也总爱说一嘴儿子怎么怎么样，有多么多么厉害。直到得知我生不孩子，他才对我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只要见面就没给过我好脸色看。他还一直撺掇赵有明和我离婚，但赵有明一直没有说过这个事，还让张翠兰少说点。我一直以为他多少对我有感情，现在我知道了，赵有明不提离婚，只是他恋我给他带来的好处，以及我家的钱。这次张翠兰的寿宴，我爸特意订了本市最豪华的5星级宴会厅，不只有张翠兰叫来的那些亲朋好友，还有我叫来的校长、老师和同学，以及我爸叫来的公司同事，里头还有李玲。张翠兰看到这么多人以及寿宴场地后，笑得嘴都合不拢，嘴上还说着客气了亲家。寿宴当天，宾客纷纷到场，李玲挺着个大肚子也来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她，因为怀孕而浮肿起来的脸，蜡黄的肤色，头发虽然做过处理，却还是能看出枯燥和分叉。赵有明的口味还真是下降不止1星半点，和他在一起过简直是我的黑历史。面对我打量的目光，李玲下巴微抬，轻蔑地瞥了一眼我的肚子。赵有明亲自上前接待，并且十分热情地和我介绍：月月，这是玲姐，也是我领导，平日里工作上的事情都是她照顾我，照顾到床上去了吧？我似笑非笑盯着她。我家有名承蒙玲姐照顾了。对了，玲姐怎么一个人来？你老公呢？也不怕你一个孕妇磕着碰着伤到肚子？李玲下意识看了眼赵有明，赵有明回避了他的目光。这时候张翠兰过来了，听到我的话，下意识就摆出长辈的架子来批评我。她喝了点酒，加上自己的亲朋好友都在这，说话也不客气起来。不是妈说你不要因为嫉妒羡慕就去咒别人。别人来问我，你们小两口啥时候要孩子，我都没脸说你生不出，给我赵家绝后啊！有明娶你一开始我是不同意的，要不是他说没你会死，我都不会让你进我家的门。我爸妈在一旁，自然也听到张翠兰当众训斥我的话。我妈脸色非常不好看，气得差点想站起来，却被我爸拦下。我爸脸色也不好看，见他俩都不说话，张翠兰愈发嚣张。我看着爸妈强颜欢笑，浓浓愧疚从心里涌出。当初我为了赵有明，在双方家长面前撒谎说自己生不了这件事，让我爸妈觉得对不起赵有明。为了赵有明这种男人，我去撒这种谎，真是大不孝。张翠兰还在絮絮叨叨。此时宾客几乎都到场，订好的饭菜也由服务员一一端了上来。原本播放的音乐突然结束，张翠兰训斥我的声音传遍在周围几桌人的耳中。李玲坐在其中，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娇娇柔柔地说：“阿姨不要说了，好歹这位是千金大小姐呢，当着这么多人面说，多给人下不来台。”张翠兰拿起一旁的酒，给自己倒了几杯，喝完上了头，轻蔑地笑笑：“千金大小姐又怎样？还不是进了我赵家？进了我赵家，就是我赵家人，就得听我的。她算哪门子东西？”我爸妈当场脸都黑了，但为了等会的计划，不好开口反驳。要我说，找老婆就该找你这样的，看着就顾家，还能生。别说了，妈！张翠兰越说越不像话。赵有明终于出声制止他接下来要说的话。他把张翠兰手里的酒杯拿走，扯着嘴角打圆场：“我妈年纪大了，喝多了就爱乱说话，都是开玩笑呢。见怪，见怪。”宾客们全都尴尬地笑。张翠兰一把推开赵有明的手：“什么开玩笑？她身为一个女人，生不能生，家务活也不做，每天就知道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出门，也不知道在外面做什么。这种不安分的女人，当初就不该让她进门，断了我们赵家的香火。”赵有明已经慌了：“妈，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张翠兰还在那口出狂言。赵有明止不住张翠兰的嘴，情急之下给了张翠兰一巴掌。这一巴掌让全场的氛围再次安静下来，只有李玲满脸写着幸灾乐祸。张翠兰酒瞬间醒了，她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连忙说：“这一切都是喝酒上头在说胡话，疯狂地跟我爸妈道歉。”我爸妈压根不想给他一点好脸色，只轻飘飘看了赵有明一眼，示意他好自为之。这场闹剧结束，寿宴正式开始。瞧着张翠兰见我爸妈不追究，她缓缓放松下的神情，我冷笑：“还没到你放松的时候，好戏才刚刚开始。”服务员此时上台给张翠兰祝词，祝词完，服务员按下遥控，全场哗然。赵有明显然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还在极力挽救和我爸妈的关系，直到感受周围视线都落在自己身上时，他才抬头，就见巨大幕布上是一小段监控视频，画面里他和李玲在激烈的亲吻。亲完后，李玲埋怨地问赵有明：“你什么时候才能离婚？我想光明正大待在你身边，等你把孩子生下来，我就让他发生意外，车祸死掉，到时拿到他们家的钱，我再名正言顺地娶你。”此时张翠兰走进来，到时我乖孙就能成为有钱人家的少爷了。视频结束，两人的话语被所有人听得一清二楚。我看着赵有明三人变幻莫测的神色，忍不住笑出声。赵有明率先反应过来，直接跪在我面前：“这是假的，老婆，不是我，这根本不是我，你相信我，我是爱你的。”会场上我早就安排了保安，让他们把赵有明按住。李玲脸色煞白，站在原地摇摇欲坠，承受着众人的鄙夷和议论。张翠兰面色铁青，胸膛上下起伏，话都没说一句，激动得晕了过去。赵有明惊呼，连忙去扶他倒下的身体。妈！张翠兰身体平日比我都硬朗，我走过去看，就看到她眼珠子在眼皮下乱动，果然是装的。我冷冷一笑，这场寿宴是给你举办的，你可要好好享受，我就不奉陪了。之后的账单别忘了催你儿子去付。说完，我拉着爸妈扬长而去。赵有明想赖账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用他的信息去订的宴会，还交了2.5万的定金，剩下的费用够他烦的了。毕竟不是花我的钱，我就专门往贵的点，20来万也有了。谁让他吃我的用我的，还不记我的好？那2万定金算是我对他最后的施舍。回到家后，我还给父母说了赵有明有不孕症的事。
我妈又好笑又生气，所以赵有明才是生不了的那个人。我愧疚地点头，是的，本身我也不想要孩子，当时也怕他被你们二老嫌弃，所以我才这么说的。我妈气得捶了我好几下，眼泪一下流了下来。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傻，竟让自己受委屈。我爸默不作声，只是抽烟的速度没有停一下，许久他才说，你不想要直接说就行了，你知不知道你随口一句，我和你妈天天挂念着，生怕你被赵有明嫌弃。我老老实实对着他们道歉，爸妈，是我错了。我爸叹气，行了，你没事是最好的，我现在就宁愿你一辈子单身，都不要遇见赵有明那种人了，反正我们家养得起。我妈点头，擦干眼泪，我同意你爸的话。寿宴过后，我直接给赵有明寄去离婚协议。听同学说，那天我和我爸妈离开后，赵有明想来追我，却被保安拦住，原因是让他交寿宴的钱，不然就不给他走。他哪交得出？他钱都花在李玲肚里的孩子身上了。他想找人借钱，也没人愿意借给他这种人。李玲想偷偷离开，被赵有明拦下，两人因为钱的事情大打出手。李玲被打去了医院，孩子早产。后来赵有明凑够钱，把寿宴的钱交了上去，他才得到自由。收到我的离婚协议后，赵有明带着张翠兰找来我家，我爸妈始终没给他开过门。赵有明没辙，只好给我打电话，哀求见一面。我和父母商量过后，最终答应。张翠兰也在场，见我来，脸色很不好看，但还是挤出一抹笑。那件事过后，他走到哪都被人指指点点。我刚坐下，张翠兰就说：“月月，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和有明都相处8年了，何必把事情做得那么绝，让有明净身出户呢？我知道是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但他也是有苦衷的呀。要不是你……”说着，他不经意看一眼我的肚子。你这样的，以后也不好嫁人吧？我笑了，我是来离婚的，可不是来听这些抱怨的话。赵有明也是搞笑，求着见一面，结果见面一句话也不说。我直接起身，不谈离婚的话，我们没什么好说的。张翠兰愣住，没想到我这么不给面子。赵有明终于动了，拉住我的手，模样十分委屈。老婆，我错了，都是他勾引我，而且我太想要个孩子了。张翠兰说：“是啊，一个巴掌拍不响，夫妻间的事，总不可能只有一方是错的，让这事翻篇不行吗？”我把手抽出来，冷冷看着赵有明：“你也是这么想的？”赵有明避开我的视线：“老婆，我不想离开你。其实我爱的只有你，你原谅我好不好？我把苏玲的孩子抱给你养怎么样？”我差点被这番言论雷得外焦里嫩。什么叫孩子抱给我养？我冷哼，既然不愿意离婚，那就法庭见。还有，我掏出婚检时候一直保存的报告，拍在桌子上。生不出的孩子的人是你，不是我。张翠兰看到报告，脸上血色荡然无存，抓着赵有明问：“这是怎么回事？”而赵有明不可置信地问：“这是假的，对不对？”我把当时婚检的事情告诉他们。张翠兰这回是真的被气晕了，送到医院抢救，结果是被气成中风，后半生都要躺着了。赵有明不相信我的话，特意去做了亲子鉴定，这才相信我说的话。他知道这一切是自己的问题后，更不愿意跟我离婚。小样，这是他能决定的吗？我直接把他告上法庭。分割财产的时候，他还想要一半财产，真是想得美。早在打算离婚前，我就将财产全都转移了。有争议的只有房子、车子，只不过当初这房子和车子的首付都是我付的，婚后也是我在还贷，他拿不出一点还贷的证明。
最终产权还是我，加上我手上有他充足的出轨证据，最后他只能净身出户。赵有明不甘心，但也没有任何办法。工作上，我爸也将他辞退，还将他列入黑名单，其他公司见此也不敢用他。他看着事业毁于一旦，家庭支离破碎，母亲重病在床，连孩子都不是自己的，而这一切的导火索都是因为李玲。在一个黑夜，他去到医院，将李玲杀死，然后抱着孩子跳了楼。我妈知道这个消息后，忍不住唏嘘，那李玲脚踏两条船，结果把自己玩怀孕。那人知道后立刻跑了，正好李玲那会被医生说打胎会怀不了，就找赵有明接盘了。我听后内心并没有多少波澜，而是用赵有明的钱将张翠兰送进养老院，剩下的一切就和我无关了。半年过去，我妈想给我安排相亲，我拒绝了。我只想顺其自然，旧人已随时光逝去，我也将拥抱广阔自由的天空，迎接我的全新生活。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